我在外卖螺蛳粉里加入了香浓芝麻酱，还将这旷世杰作全程录像，只因我的外卖经常被狗偷吃。我把热乎的视频制成二维码给外卖贼欣赏。你不是爱吃吗？这次我让你吃个够。下课铃一响，我就冲向校门，准备迎接我的外卖。视线反复扫过外卖架，我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，我的外卖又被偷了。开学短短2周。已经特么的第4次了，不甘心的我打开外卖员发来的图片，本来应该放着螺蛳粉的空地上空空如也，连根毛都没见到。谁又偷老子外卖？周围同学投来同情的目光，饭菜的香味勾得我饥肠辘辘，心中的火气更盛了。老哥，这是逮着你偷了，你这运气够衰的啊！1次2次的尚且作罢，短短2周偷了4次，老子是什么很好拿捏的软柿子吗？我拉着林磊就往保安室去查监控，我非得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干出来的事。然而事情可没有那么顺利，保安一看我俩是个学生，板着脸把我往外轰。查什么监控？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就让你查监控，我这活还要不要干？帮忙说，我这外卖都丢好几回了。我从兜里拿出2包华子往保安手上塞，保安脸色和缓了些，笑嘻嘻地接过华子。我本来以为是要成了，就往监控台那儿走，谁知保安用棍子拦住我，不耐烦地咂巴嘴：“让你过去了吗？要看监控。”让你们导员给我打电话。我一下气血逆流，看着他猖狂的脸握紧了拳头。林磊赶紧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推到了旁边。算了，你跟他硬刚也没用，一看就是老赖皮了。垃圾人，手上有那么点权力就拿来为难学生。我气不过，决定去办公室找导员，让他帮忙给保安打个电话，让我查监控。我们导员正在孕期，听到我外卖被偷了，满口答应帮我打电话。导员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小子太帅了。上次被偷了酸辣粉，这次又被偷了螺蛳粉，倒霉透了。什么时候被偷的？被他这么一问，我就像倒豆子一样大吐苦水，把点的种类和时间全告诉他。谁知导员收起了手机，换了一副面孔。行了，你们等我通知。我愣了一下，和林磊面面相觑。导员，不是说好帮我们打电话吗？你们耐心一点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有结果给你们。不是导员，我已经被偷。你们不要那么急躁，我们也要保护同学们的隐私。你们也要体谅一下怀孕的我。他拿起手机示意我们回宿舍，我只能和林磊走出办公室。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。不是林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导员怎么好好的就改变主意了？谁知道呢？自认倒霉吧。回到宿舍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明明受害者是我，怎么我还得受这窝囊气？老子是什么大冤种吗？我一个鲤鱼打挺做起来报复的计划在脑子里成型。不是爱偷吃外卖吗？好啊，老子让你偷个够！我用了1晚上的时间总结了外卖贼窃取外卖的规律。我发现这学期我点的4次重酸重辣的食物无一例外全部被偷走，而那些比较清淡的粉面都幸运地留了下来。我又去校园墙找到那些被偷外卖的吐槽，再一次证明了我的想法。当即我就下单了1份重辣螺蛳粉。一整个晚上我都在脑海里构思我的报复计划，兴奋的睡不着觉。天刚微亮，我就进到公厕，舀了几勺浓黄香油。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晨起第一道，杀伤力难以想象。我戴着手套憋住气，忍着恶心，用矿泉水瓶装上黑黄芝麻酱。矿泉水瓶被我套上了好几层，密封的极好，一点味道没有流出。竟然想出那么个狠招！外卖贼今天要偷到你的外卖，那可是中大奖了！我眼里闪着兴奋的光，巴不得中午快点到来。这次我特地早早等在校门口，拿到重辣螺蛳粉的第一时间，我就钻进厕所。螺蛳粉的臭味和神秘场所的味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一打开矿泉水瓶，香油和芝麻酱的味道直冲脑门，惹到我干呕好几下。我还把螺蛳粉翻搅了几下，确定融合均匀后才盖上盖子。林磊举着手机记录全程，我把螺蛳粉放回到外卖架子上，兴奋的搓手。今天是周六，点外卖的人不多，我这份是架子上唯一一个重辣食品，偷外卖的只要来就一定会看上它。我和林磊站在稍远的地方，假装在聊天，眼睛观察着每个拿外卖的人。拿外卖的高峰期一过，人变得稀稀拉拉起来。林磊等得有点着急，这小偷今天该不会不来吧？我沉着性子让他再多等等。别急，再等等，他就算今天不来，我明天也会继续蹲他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见一个人慢悠悠地走到外卖架上，左看右看，动作可疑。因为站得远，我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，但觉得他的形态有点奇怪，穿着打扮也与高校学生不同。我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看他的动作。这人环顾周围一圈后，手向外卖柜上伸去，他拿向了我的豪华螺蛳粉。我再也压抑不住满心的激动，大跨步朝他走去。他娘的，老子终于抓到你了！我本想看看是哪个穷的饭都吃不起的学生干这种不要脸的勾当。正当我准备抓住他好好教训一番的时候，那个人的头转了过来，我一下子愣住了。这他妈哪是学生，分明是一个老奶，是我们辅导员的妈。我浑身直冒冷汗，林磊也僵在我旁边。我靠，
你这小子这回是碰上硬茬了。老奶看了我们一眼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我脑子转得飞快，这老太固执无理。好几次我去找导员签请假条，她都在旁边骂骂咧咧，怪我影响她女儿休息。看在尊老爱幼的份上，我也没有跟她计较。林磊同情地揽住我的肩，难怪辅导员当时不肯给你查，看来是猜到是自己妈了。我气斗冷，一时不该如何发泄。导员自从怀孕后就转变了口味，我好几次在螺蛳粉店看见她排队，可我实在想不通，她一个体面的大学辅导员，到底为什么要靠偷外卖吃饭？林磊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我老早就看那女人不爽了，有点破权力就为难学生。上次我肚子痛得要死，找她请假，她居然说还没死就能上课，这下也算是报仇了。想到上次在办公室他对我的态度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偷外卖贼就该受到惩罚，老子管他是谁。我在外卖架上贴了一个二维码，上面写着大字外卖贼，我在你偷的外卖里加了点料，扫码观看全程哈，不用谢谢烟。扫开二维码就是我加料的全过程。我等了40分钟，估摸着这点时间够把螺蛳粉吃完，才给辅导员打去电话。导员，我外卖又被偷了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要报警。屁大点事儿还要报警？多大的人了还浪费警力资源，我不同意。导员，我也没办法，要不您过来帮我解决吧，不然我就真报警。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火速挂断电话。林磊给我竖了个大拇哥，我让他先回宿舍，不想连累到他，独自等着辅导员。很快辅导员就匆匆赶来了，他一脸青涩不满地看着我。你别太过分了，外卖被偷了再点不就好了？大中午的折腾谁呢？他妈也跟在他身边，一脸不满。我顺从地点点头，一脸诚恳。导员，我刚一想也是，小事情而已，实在不应该麻烦你。见我如此识趣，辅导员愣了一下，满意的点头。我话锋一转，毕竟我看着他笑。我在这次的外卖里面加了料，还贴了二维码提供视频给外卖贼看。他要是知道了，非得恶心死，肯定再也不敢偷外卖了。导员看向我贴的二维码，脸色突然煞白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导员好奇的话，可以扫码看看，我可是拍摄了全过程。辅导员拿手机的手都有些颤抖，他点开视频，手抖得越来越厉害，突然捂着嘴冲向垃圾桶呕吐。这是怎么了？导员趴在垃圾桶上，吐得根本停不下来。好一会，导员才虚弱地抬起头来，愤怒地瞪着我。你怎么能在外卖里放这些东西？导员，我是为了报复偷我外卖的人啊，你怎么反应那么大？辅导员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哎呦，这不是我中午拿给你吃的那份外卖吗？天杀的，哪个不要脸的，居然放这些肮脏东西！我挑了挑眉，看着导员。妈，我都说了不要拿人家外卖，我让你自己去买的呀。这里那么多外卖，哪里用得着去买？我装作不敢相信的样子，捂住嘴。导员是您的妈妈偷我的外卖。导员脸色难看的不行。我本想着还要在学校生活1学期，也不是导员本人偷的，只要好好给我道个歉，我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什么叫偷？我女儿是学校的老师，这些学生买饭孝敬，她也是应该的。他挽起袖子，气势汹汹。就是你在坟里放的那些东西，天杀的小兔崽子！我女儿要是吃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跟你没完！他冲上来要打我，被我一把抓住，我的脸也冷了下来，看着导员等他给我一个说法。辅导员摸着肚子，脸色一片铁青，朝我怒吼：陈总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妈就是一个老人家，她哪里懂这些？不就是一份外卖，我赔给你就是了。我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模样，气笑了。果然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一家子都是不要脸的货色。我也不想再顾忌什么脸面，直接怼了回去。你身为辅导员纵容亲妈偷学生外卖，简直是不要脸到家！我要是你，我就一头撞死得了，哪有脸在这唧唧歪歪？导员气得脸色涨红，胸口不停起伏。我冷笑着放开老奶，绘声绘色地描绘起我加料的场景。导员越听脸色越难看，一只手捂着肚子，又跑去垃圾桶边干呕。他虚弱地扶着老奶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你太过分了！就算是我妈不小心误拿了你的外卖，你也不能故意报复人。你对我这个导员还有没有一点尊重？天地良心，我加料的时候可不知道是谁拿了我的外卖。不过就算知道了，我也不会手软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不把你和你妈偷外卖的事情曝光，你就去烧高香拜佛吧。否则，要是大家都知道堂堂导员偷学生外卖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脸往哪里喽。我懒得理他，转身想走，导员却哎呦叫唤起来，脸色惨白，虚弱的滑到地上。他妈一把拦住我。你不许走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导员被救护车送去医院，医生给他开了检查，没有什么大碍。警察也来了，他妈抓住我的手，疾言厉色地对我大吼：天杀的小兔崽子！我女儿和宝贝外孙要是有事，我要你偿命！这里是医院，注意素质。
警察同志，我就是不小心误拿了他的外卖，他竟然在外卖里放排泄物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女儿吃了那些肮脏东西，她还怀着孕呢。警察看向我，我耸了耸肩，拿出订单记录，告知警察他妈所谓的错拿已经是第4次了。警察什么地痞无赖没有见过，这一下就了然于心。隔在我和老奶中间，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偷拿人学生外卖，您女儿还是辅导员，传出去多丢人！这种调解案件用不着大动干戈，警察打算劝慰2句就走，没想到辅导员却不依不饶起来。陈松啊，陈松，你这书真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竟然敢恶意报复同学老师，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我就发表白墙让大家评评理，这件事让大家看看，到底是辅导员偷外卖的错，还是我维护自己利益的错？没素质的导员带着没素质的妈，真是开眼了。他连话都说不出来，眼看就被气狠了。导员气得胸口起伏，手指颤抖着指着我。警察让我少说2句，我懒得跟一个女人计较，转身想走，谁知导员竟然拦住警察，双眼通红，指着我：警察同志，他在外卖里投毒，蓄意谋害，你们不能就这样让他走。好大一顶帽子，我真佩服他的厚脸皮。人至贱则无敌，我在我点的外卖里加料，也能被他说成投毒。我点的外卖我爱加什么加什么，你要是不拿你也吃不到啊。可辅导员却非要警察给他一个说法，这顶帽子扣下来了，警察就不能息事宁人了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，不管后续走向如何，总归要带来不少麻烦。你现在跟我和我妈道歉，求求我，我还能大发慈悲放过你。我毕竟是你的导员，大人有大量。他盯着我的脸，期待从上面找到害怕的神情。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他。警察同志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干，您可以看视频。林磊给我拍的视频很清晰，一镜到底，没有任何作假的可能。我从厕所提出加料螺蛳粉后，就丢进了垃圾桶。放在外卖架上的那份是全新的。我视频只是拍了恶心人的，你吃的那份螺蛳粉，我可是碰都没有碰过，别想讹上我。导员不可置信地指着我：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心思？你怎么那么恶毒？你居然故意吓我女儿！我老婆子跟你没完！行了，既然他什么也没有干，就构不成投毒这一说。警察叔叔显然也是烦了这不讲理的2人，让我和他们一起离开。回到宿舍，林磊一溜烟跑到我面前：咋样，导员没为难你吧？哼，没有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本来就是他的错。哼，我既不考公又不考研，既不拿奖学金又不评优评先。辅导员手上那点小小的权利对我来说就是个屁，井水不犯河水的也就罢了，他要是再敢招惹我，我非把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。林磊嘿嘿一笑，要我打游戏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。后面的2个月，我和导员都没有接触，风平浪静的，都让我有点不安。林磊也察觉到不对劲，那老妖婆和他妈就这样放过你了？我也没再多想，只当他是怕我把事情闹大，才选择息事宁人。临近毕业，学校的事情多了起来，班级频繁召开班会，辅导员经常内涵我，刻意找我茬，就连我在班会上拿手机看个时间，他都要走到我身边阴阳怪气。有的同学都快出社会了，还不懂怎么做人。老师在台上讲话，他在台下玩手机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就连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出不对劲，发消息问我：你跟导员咋了？他怎么老抓着你们？林磊也无语的翻着白眼：谁他妈还管大学生玩手机啊？真把自己当根葱啊！我的精力都放在找工作面试上，也懒得分心思出来打嘴炮，内涵我2句又不会掉块肉，气到的可是他自己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在我的材料上批改。我看着我的作业上画着几个大大的红叉，怒火直冲脑门。老子大学4年本本分分，既不违规校纪，也没有挂科，凭什么作业不及格？我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，拿上作业就冲进导员办公室。他正在打电话，说说笑笑，品着热茶，心情极好。导员平静地看了我一眼：我就是批改作业比平时严厉一点，你平时要认真听课啊。见他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我额角的青筋不受控制地跳了跳，火直往上冒。这个课时作业本来就是日常的练习，学长每次都能做全对，他给我批改的那么严格，我回去上课的时候，同桌会怎么看我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给我重新签？公开给我道歉，写书面道歉信。基于你的表现，写一份检讨，不用写事情经过，就直接写你不懂礼貌，深刻理解自己的错误。我没忍住冷笑，不让我写事情经过，是怕我把不合适透露的事情说出来。我眼里闪着寒光，还没踏入社会，就被面前这位导员深刻的教学一番，让我见识到了导员的正能量。他就是巴不得利用从业以来多年的教学经验，让我狠狠地少走歪路，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。
我看着他满是得意的脸点头。好啊，我同意。回到宿舍，我马不停蹄的就写道歉信。与他希望的相反，我清清楚楚的写清楚事情的经过，还把他妈误拿我4次外卖的字体加黑加粗。导员在我的就业推荐书上写下不予推荐后，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作为弱势群体，我不应该跟手里掌权的人对着干，这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我错了，希望导员能够放过我。我不仅把道歉信发到朋友圈，还在校园墙和视频平台都投了一份。林磊还给我买了推荐，很快就被送上热搜。导员疯狂给我打电话，被我拉黑。他在微信上发疯：你要见了吗？已经有媒体关注这件事了，请你立刻删除，不然会影响你的学业进度。你自己考虑不周也就算了，也不怕影响你的舍友吗？哟呵，威胁我。我把这些信息截图又发了出去，一时掀起千层浪，广大大学生彻底炸开锅。大权力啊！敢这样威胁学生，不把我们大学生当人啊！好好一导员，竟然纵容自个儿妈偷学生外卖，丢死人了！我们一起给他校长打电话，这要是不处理，这所大学也可以拉进黑名单了。这事彻底被闹大，短短10几分钟已经获得数十万转发。由于我把手机关机，校长亲自来宿舍找的我。或许是知道了我是个硬茬，他笑容和煦，说要跟我谈谈这件事。我本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把事情彻底解决，自然同意。辅导员在校长办公室，眼睛哭得红肿，眼里满是恨意。校长表面上都是诚恳，说了些官方的场面话，还是希望我能和辅导员和解。删了帖子，我开门见山：校长，我是不可能删帖的。我知道这是你受委屈了，是陈老师做的不对。小陈，快给你学生道歉。想必是校长提前做过思想工作。导员低着头，声音微弱地说了句对不起。你看你导员也跟你道歉了，他现在身体情况特殊，你一个男子汉能不能退一步，别计较了。不行。校长脸色沉了下去。校长，我本来没想把事情闹大的，是导员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事，利用手上的权力刁难我，现在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想把事情揭开。舆论也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我的诉求就是把他开除，其他免谈。帅啊！事态逐渐火热，有不少正义人士到我们大学门口，逼着学校给交代，还有好心人私信我，教我如何保护自己，不被学校压迫。迫于舆论压力，学校很快就贴出公告，导员被开除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收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给我发来的消息，我被聘用了。好消息接二连三，我大手一挥，请林磊去吃饭。在路上碰到了正在从教师宿舍里搬出来的导员，他妈一边收东西，一边骂骂咧咧。破烂娃子那么恶毒，家里肯定没有爸妈教，缺教养的东西。我从旁边走过，凉凉地看着他。老奶，说话留点德，你女儿落得个丢工作的下场，可都是你害的。林磊笑嘻嘻地踹了踹锅碗瓢盆，勺子从坡上滚下去，老奶气得直跳脚，捂住胸口，哎呦哎呦的叫唤。我冷笑，别生气啊，气性大可活不长，您可得好好保重。老奶喘着粗气，气得要来打我。我和林磊一溜烟跑走。本以为导员被开除后，事情就会到此结束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能疯到这个地步。公司的人事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一个女人打过来的，说是你在学校品行不端，闹着要我们解雇你。我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不用太担心，我们既然录用你，自然是看中了你的能力，只是告知你有这么一件事情，避免给你带来麻烦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连声道谢。要是因为那个疯婆娘搞没了我辛苦争取来的工作，我怕是得后悔死。怒火在四肢蔓延，压抑的我要爆炸。既然他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也不能任人宰割。导员老公在一家酒楼上班，大一班级聚会的时候，导员给我们推荐了地址，明里暗里暗示我们过去。我知道地址，我直接打车到她老公上班的酒楼。她老公正在接待客户，我一点面子都没留，直接站在他面前。你好，你是张桂凤老公吗？我冷笑着坐在沙发上。你老婆和丈母娘不仅数次偷我外卖，还打电话到我入职的公司举报我，你管不管？见我一副闹事的架势，他的顾客连忙拎包走人。老板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，笑容洋溢地凑上来。这位先生有什么事？这是我和女员工的私人矛盾，他老婆严重影响我的生活。既然不让我好过，我也没法让你们一家好过了。男人的脸色难看到极致，陪笑请我出去说，我自然不肯，就以顾客的身份坐在店里不走。老板沉下脸，厉声命令导员老公火速解决，否则明天就不要再来上班。导员老公脸色铁青，陪着笑脸好说歹说，答应我一定会回去问清楚他老婆，我才肯起身走人。我要的就是挑起家庭矛盾，一个道德败坏又失业的女人，还带着一个难搞的妈，本来在婚姻里就处于下位，更别说现在还影响到老公的工作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导员就气急败坏地给我打来电话，我看都没看就拉黑，这么点震慑可不够。当天傍晚，我又来到导员一胎女儿上学的幼儿园，导员来接孩子的时候，我正拿着糖逗他女儿玩。导员脸色瞬间煞白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一把扯过女儿，歇斯底里的朝我大吼：你要
今天刚好有空，顺路路过这里，就跟你女儿玩了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去找我老公？为什么要找我女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眼睛微眯，笑容变得危险。我也想问问，您打电话找我公司的人事是要干什么？您还怀着孕呢，怎么干点缺德事儿呢？你活该！你这样的人凭什么找到工作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去找我老公，不许来找我女儿！小女孩被吓得大哭，我丝毫不惧，嘴角笑容变冷。我劝你闭上嘴，我知道你家在哪儿，知道你老公在哪儿上班，也知道你女儿在哪儿上学。导员脸上血色褪尽，我气定神闲。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，我绝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。你老公的工作我一定会搞黄，你女儿的同学都会知道他有一个小偷盗妈和外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去哪儿我去，我保证你们全家不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。导员颤抖着嘴巴不说话，我知道他害怕了。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一份工作而已，没了再找就是，就算找不到，我爸妈也养得起我。可他不一样，他没了工作，老公是家庭唯一经济收入来源，被我昨天这么一闹，回去怕是大吵了一架。更何况他自己在校园工作过，知道被孤立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。要是让旁人知道女儿有个丢人现眼的家长，怕是没有人会愿意再跟他玩。我蹲下身子摸了摸小女孩的头，把糖给她，一下子就把她逗笑。我冷淡地瞥了导员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导员彻底老实了，我顺利的入职公司，3个月后成功转正，老板很欣赏我的能力，把我当重点员工培养，我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听林磊说导员离婚了，其实不用他说，我也略知一二。这事上了新闻，起因是因为导员他妈还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习惯，没了学生的外卖，偷就偷邻居的外卖，不知怎么吃不好，把导员害得拉肚子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了。他们大闹邻居家，要求赔偿，可邻居哪是好惹的，反手找来媒体把这件事情曝光。细心的网友一看就发现这是之前偷学生外卖的老奶，个个幸灾乐祸。上次就害女儿丢了工作，这下好了，孩子都给害没了，还有脸让邻居赔偿，真是贱得无下限。吃不起饭了吗？手不干不净的到处偷，肚子里的孩子怕是也不愿意有这样的妈和外婆。导员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她老公上班路上被记者堵过几次，彻底爆发，回去就跟导员提了离婚。孩子被导员老公带走，再次见到导员的时候，他已经精神失常，在垃圾堆里面找吃的，看见人家丢弃的外卖，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，迅速抱在怀里，生怕被人抢走。老奶跟在旁边苍老屋，不停拍着大腿，喊着造孽。我淡淡的收回目光，他们有什么下场都是咎由自取，不值得同情。我走进店里，林磊早就开好了酒。兄弟，干杯！